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不好意思，没有吓着你吧？没有，没关系的。上次你陪我，这次就让我来陪陪你。谢谢。其实我想，我们也算是同病相怜。我从小就被遗弃在孤儿院，因为长得矮小，个性安静，所以其他小朋友都特别喜欢欺负我。我也觉得自己一定是不够好，所以才会被别人嫌弃。后来，为了要得到别人的认同，我就对自己特别严厉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都做到最好，做到完美。也就因为这样，你才患上了 OCD。或许吧。不过我也知道，不管我怎么样再努力的去迎合别人，也不可能得到满分。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。后来我去看了很多心理医生，也接受过很多不同的治疗，但是后来情况也没有改善。所以我想，我这种也算是一种绝症。至少，你不会只剩5年的寿命。你的家人知道了吗？跟他们说有什么意义？但是你也不可以隐瞒他们啊。你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家人的支持，才能够度过艰难的时刻。我儿子现在在面对破裂婚姻的问题，我不想给他压力。只有老公整天沉迷在自己的梦想，我真的不能指望他。哎，老婆，整晚没看到你，昨晚很吃亏啊。干嘛？跟你说一个好消息，昨天我比赛的时候表现很好，很多人很喜欢我的表演。哈，虽然没有得到前3名，不过有那么多人认同我的表演，也算是有收获了。是吗？观众为什么喜欢你的表演？哦，昨天我讲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有人用高跟鞋丢我，哎，哇！当时我的确被吓到了，不过幸好我反应快，很快就把这个尴尬的情况化解掉。嘿，可能观众觉得我很懂得自嘲，又很有幽默感吧。那你不是应该谢谢那个丢鞋子的人？对啊，可惜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不然我一定要当面谢谢他。哼，不过很奇怪，他为什么用鞋子丢我呢？我又没有得罪他。或许那个人已经讨厌你很久，或是他不喜欢你讲的内容。脱口秀就是要逗人笑的嘛，这样也惹到他。我看他8成是心理有问题。你明知道我对脱口秀一点都没有兴趣，你整天跟我说这些废话，到底有什么意义啊？老婆，你的心情有点像股市的行情，大起大落，很难捉摸哎。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的心情？其实是静静跟我说的，她说你最近好像心情很差，很容易烦躁，不像平常的你。你是不是更年期啊？你是我老公啊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我的心情好跟不好，还要别人跟你提点你才来关心，我真的是服了你。那你到底是不是更年期嘛？我是不是更年期关你什么事啊？有时间多关心人品。儿子又怎么啦 Between A、B、C，B 是最好的。C 好像最符合我们要的条件。我个人也觉得 C 是最值得的，虽然价格比起另外一间是贵了一点点，不过还符合你们的 budget 内啊。而且这个房子很新，又在 prime location， 这个地点很抢手的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我建议你们越快定下来越好。好，那就这间吧。太好了，我会把你们的 offer 转告给 seller。
等他们接受之后，我会出一份 OTP 给你们，尽早帮你们完成这个手续。好的，谢谢你。慢走啊。恭喜你啊，又快成交一单生意了。想说什么就快说吧。我想问，我租房子的事，我还在找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尽快搬出去。都没有人赶你走，你干嘛那么心急？住得不习惯吗？不是不习惯，只是觉得有点尴尬。大 boss 和小 boss 常常都在吵架，我都不敢从我房里出来。他们3天一小吵，5天一大吵，我从小看到惯了，我早就麻木了。过一阵子你会习惯的。我知道他们的感情不好，可是没想到是这样的程度。打从我有记忆开始，就不觉得他们的感情有好过。既然这样，何必在一起？你以为离婚那么容易啊？很多时候你是没有选择的。怎么可能没选择？你什么意思？哦，没什么啦。我只是很庆幸自己已经搬出来了，不用再听他们吵架。那我先回去工作了。静静，不如我把我家的空房租给你，那你就不用找了。你家会不会不方便啊？你问了雷了吗？哦，没关系的。接下来他会常常去马来西亚公干，很少会在家。他真的不会介意？你放心，你跟陌生人租房有阴影，而且你要求那么多，需要地点好，房租便宜，看来就我做房东才办得到这一点。那如果我家人从马来西亚过来，我可以让他们在我房间里住几天吗？你们会不会全村一起来啊？不会，我家里没有那么多人。哦，那 OK 啊，随时搬过来吧。真的，谢谢你。我之前食物中毒，胃口一直不好。后来朋友介绍我这位中医师，给他调理之后，现在好多了。真的这么有效？当然了，不是好医生哪里敢介绍给你？干嘛？我媳妇啊。那个男人是谁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媳妇跟那个男的好像很亲密哦，他们是什么关系啊？请慢用，谢谢啊。怎么样，这地方不错吧？这店的老板是我朋友，我经常来这里喝咖啡。环境很不错。哎，Uncle Samuel，你看我又来了，给你介绍新朋友，这位是 Miss Bay。Hello， 我是丽明。你好，有girlfriend了？哎 ，girlfriend， 开玩笑的，你不要介意哦。Uncle Samuel，我之前经过这里都没有留意到这间店，你是刚开不久的吗？才开不到1年了，我69岁才创业的，大家都笑我疯了。你是不是也这样觉得啊？不会啊，有心不怕迟。Yes, life is too short 哦，想做就做。哎，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故事啊，问波就可以了。这位昂哥很有趣。是啊，他就是有一股很强烈的感染力，跟他聊上2句，心情就会好起来。所以啊，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是喜欢来这里，因为总是会带着笑容回家。所以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你会去找那位中医师；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就来这里。其实刚才那位中医师他说的对，你应该保持乐观的心态，开心积极的生活，这也是一种良药。你看看这些老人家，他们都不像是在工作，像是在享受生活。其实，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所剩的时间比你还少，但是他们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我猜他们已经没有遗憾了。谢谢你，跟我分享这些。
鬼啊！你要吃 Set A 还是 Set C 呢？我建议你 Set C 比较好，因为 Set C 比较高级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 A B C D，A 比 C 低，嘿嘿，所以 C 比较高级。雨柔，对不起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怎么啦？今天好像没把魂带出来似的，是不是有什么烦恼啊？前2天我收到 Lucas 送我的花，他时常会给我制造惊喜。不过他这次送我的是玫瑰花，他以前都会送我紫罗兰。送的花不一样有什么问题呢？偶尔换换新花样，不是更有惊喜吗？问题是，他应该知道我喜欢的是紫罗兰。可能是花店送错了呢。我已经问过了，他们说是他订的。那可能是他一时疏忽吧，你再提醒他就好啦。我怀疑他在外面有女人。那束玫瑰花是要送给那个女人的。你单凭这一点就怀疑你老公出轨啊？当然不止这样。那天我出外买东西后回到家，刚好 Lucas 在洗澡。那你有没有问他那个 L 是谁呀？我不敢问。为什么？其实几年前，我曾经怀疑他在外面有女人，可是当我问他的时候，他崩溃了。他说我这样子怀疑他，让他很受伤。我看他这么难过，就不敢再追究了，只好相信他是不可能会背叛我的。可是这次，他送错花，又有这种短讯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想。可能真的是朋友邀请他去吃意大利面呢。我总觉得不会这么简单。万一他在外面真的有别的女人，那我该怎么办啊？你先别这么紧张，可能真的是误会呢。与其在这里胡思乱想，不如找出真相哦。要怎么找啊？我都不知道怎么问他。可以找私家侦探啊，我有一个朋友是私家侦探，我可以请他帮忙。妈，你怎么突然跑上来给我们惊喜啊？你的老爸跟朋友去喝酒，我一个人在家，我就想来这里吃个饭，关心一下你们咯。哎，不可以呀？可以，当然可以啦。哎，是不是我不上来，你们就不做饭啦？冰箱里什么食材都没有。哦，现在叫外卖多方便，何必自己下厨呢？叫外卖，他又不是不会煮，他应该呀多煮一点家常菜给你吃啊。很多男人啊，就是喜欢在外面吃，贪外面方便便宜。男人在外面吃东西有千百个理由，最不成理由的，就是老婆不会煮饭。哎，你没有听说一句话，要留住男人的心，就先留住他的胃啊。为什么这些事情都要女人来做呢？男人不可以守住自己的胃的吗？到处吃东西，小心得胃病。哎呀，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啊，最重要不要在外面乱吃东西。对，我们不要在外面吃，我们吃家里煮的哦。妈，来，我们开始煮了，来，准备。哎，任平啊，丽儿怎么这么晚还没下班啊？她的工作真的有这样忙吗？雷尔他去马来西亚公干的。哦。哎呦，丽儿一定是整天忙着工作，没有好好照顾你，看你又瘦了，待会要吃多一点啊。哎呀，阿妈，我都多大了，哪里需要人家照顾？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。大家吃。阿健啊，你不要整天只顾着工作，也有空的时候要教教你的儿媳妇儿，不要啊又成为另外一个工作狂，不要害了我的孙子。你过得很苦吗？
不会苦啊，怎么会苦呢？其实家里有一个能干的老婆很好啊。我们男人乐得轻松，不必挑这么重的担子嘛，哦。你看你啊，讲话都矮了一截了。我们郝家的男人是不可以这样的。我们郝家的优良传统就是疼爱老婆、尊重老婆、听老婆的话。你看，今天老爸跟朋友去喝酒，肯定也是经过你的批准啊。我只是向他学的，怎么可能会错呢？总之啊，做人家的老婆啊，就要负起责任，好好照顾家庭。工作的事情就交给男人，这样才是正常的家庭。今天我需要早点回家，吃饱了我送你回。哦，你不必送我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妈，还是让人品送你吧，不要浪费钱叫车啦。我没有打算回家，我今天晚上要住在这里。阿妈突然间想要留下来过夜，感觉你跟老爸今晚会过得很漫长哦。只是一个晚上，他睡他的，我睡我的。对了，我听静静说，多2天他会搬去你那里啊。嗯。为什么突然间想把房间租出去啊？我那间客房空着也是没用，干脆赚一点租金。你缺钱吗？没有啊，可是有钱我不赚吗？我干嘛跟钱过意不去？你决定让静静搬进去，那就是你决定跟李离婚啊？没有啦，我们暂时不会离婚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谈过后，觉得2个人都需要一个冷静期，而再说李的公司也会派他去马来西亚工作，所以到时候再看吧。他对你做了这样的事情，你真的可以继续跟他一起生活下去？他说他已经跟那个男人分开了，我想他应该很后悔吧。其实我不想看到你婚姻破裂，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离婚，我是支持你的。我是希望你过得开心一点。人生短暂，没有必要勉强自己。为什么突然间有这么大的感触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没有。你之前找我找得那么急，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你想跟我说？我是好几天没见到你，我是担心你出事了。哦。如果什么事情想不通，跟妈说，知道吗？只有一张被单，你用毛巾吧。哦，不必啦，我也不怕冷。只是地板好像有点硬哦。我是不会可怜你的。如果呢你不肯睡地板的话，你叫你妈回家吧。其实现在觉得地板也挺舒服的。你到底有多怕你妈？我不是怕她，我是好男不跟女斗。你也知道妈的白灯的啦。而且我们也很久没有同房睡觉了。其实现在这样的感觉也挺好的。只要你不出声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关灯。妈，你干嘛突然闯进来，门也不敲一下啊？厕所的热水器好像坏了，我想叫你去看看一下。哦，好了，我明天会修了，你赶快去睡了啊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晚安。晚安。晚安。幸好没被他发现。把手拿开。老婆啊，反正我都上来了，倒不如让我习惯自己睡。
你看，你忘了你的药。你是孙晨送过来的啊？嗯哼，这药放在我车里，我怎么看都碍眼。如果不交给你的话，我今天晚上一定睡不着。谢谢你啊。哎，记得早餐之后才可以吃啊。你自己问问他喽。只是普通朋友送东西过来而已，你不必这么大反应啦。普通朋友会3更半夜的跑来，不能等明天啊！一个有老公的女人啊，这么晚了还跟别的男人在外面见面，真太不像话了。人家看到了会说什么闲话？他不要脸，我还有脸的。谁有这么空闲去管别人家的事啊？就只有你。哎，你对不起你老公，你还理直气壮啊？你到底要不要脸的啊？你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做过对不起你儿子的事啊？妈，你不要乱讲话啦，丽敏不会做这种事的。我很信任她，就算你不相信她，也应该相信你儿子我啊。就是你这么傻，到现在还相信这个女人。我已经不只是第一次看到她跟那个男人在一起了。老婆啊，你赶快解释，说是一场误会啊。你妈都已经认定我搞婚外情，你信吗？我说什么有用吗？她怎么想，我管不着。No， 她自己都承认了，我没有错怪她。妈，你是一直嫌弃我，一直看我不顺眼，对吗？那好，我今天成全你，我们离婚。爱的浮夸，只是不想自己接伤疤。懒得挣扎，往往都是怕付出代价。所以我说人啊，总是相爱相杀，然后怪命运不佳。